今天咱们再扒一个，目前几乎所有的机构研究均称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不足美国的10%这个事儿，一直都说我国的这个制造业人均产出很低，从而论证美国的科技进步，我们的制造业缺乏长期优势，进而推导出我们的市场没有基本面支撑，美国才是人类科技的未来，主导下一次创新周期的先锋队，美股的市值永远合理。这个推论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理论上非常严谨，但是放在现实里面目全非的推导，到底是在哪一步把咱们忽悠瘸的？首先大家现在不用通过一些学者的嘴，也能感受到了中国的制造业不仅是条好腿，而且跑得还很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造船、电动汽车、锂电池、商用无人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领域，中国的实物产出在全球占比高达2/3。2024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占全球半数以上，劳动力人均机器人拥有量比美国高50%。中国有超过3万家包括黑灯工厂在内的智能工厂，特斯拉上海工厂人均产量是其加州工厂的2倍。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的制造业生产率被全球的学术报告在数据层面牢牢地焊死在了美国的1/10这个水平上。虽然这跟我们极具全球竞争力的工业实力的现实完全不相符，但是只要抛开事实不谈，前面我提及的那一大票的学派理论它就成立了。这么低的生产率，又那么高的基建投资，这不就是造成了浪费吗？这么低的生产率，那肯定说明咱的创新不行，科技也不行嘛，那就是投资不能驱动经济增长，不利于创新，这个结论一下不就成立了吗？我们不就得跟西方的理论家们去买拐了吗？还有这么低的生产率，经济就成了全靠国家大投资来撑着，那可不就是不长久嘛，前景堪忧呀。经济崩溃论也炮制好了，又瘸了。总之咱家的生产率低，就是西方这么多年直到现在都还认为我们不擅长创新，在新型领域走不远，迟早要暴露皇帝的新装的重要理论依托。可是这个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呢？这帮人到底是教条还是阴险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懂了。价值高于造车的这个生产率呢，我们简单理解就是一天能干多少活，10个人一天造了20个椅子，那创造的价值的效率就是2个椅子每天每人。那如果只比造椅子，同样的东西就好比较，可是那怎么比较造椅子或者造其他的东西的效率呢？要是另外10个人一天造了5台车，也不能说造椅子的创造价值的效率是造车的这个4倍呀。那经济学家就想了个办法，用钱来衡量呗，先把生产出来的东西按售价算总价，再减去生产时的花的成本，比如20把椅子卖4万，5台车卖50万，减去材料零件的钱，剩下的就是增加值，就是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这不就可以比了吗？可是这样的过程里误差或者说猫腻它就来了。比如说一包螺丝在美国价值9万美元，在咱家可能也就值100块人民币，9万美元都能买咱的高超音速导弹了。如果按照价格计算，再加上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就生产螺丝这个工人的效率来说，美国是咱的6300倍，它能合理吗？再比如说美国的传统艺能改统计方式，学生成绩不好改一下分数线，它不就及格了吗？肥胖率超标，把超重标准拔高，胖的人他就少了。最近的壮举是要把6代机这个美国一直主导的战机代际划分取消掉。我跳苏山界外，不在五行中，谁都不能说我造不出6代机了。在统计生产率上面也是如此，美国把设计制造商和设备制造商都归为制造商，比如苹果英伟达都是设计商。可是设计制造商它不生产所有的价值创造都来自商品的设计和采购管理，而将生产全部外包。富士康和台积电是制造商，专事生产。苹果公司研发和设计的手机等产品通过各种营销和垄断操作，其人均增加值远高于生产它手机和产品的富士康。同样，英伟达设计半导体芯片，人均增加值就是货币衡量的这个生产率远远高于其制造芯片的台积电。可是台积电的劳动生产率就低吗？恰恰相反，这2家的生产效率都属于是全球同类企业中的顶级水平。但是只要将生产商和设计商混为一谈，把售价叠加汇率的优势一计算，最有生产率的制造商反而显示生产效率是偏低的。在学界这个叫误差，可是基于这个误差构建的理论
再来指导我们的经济改革，指导我们的发展建设，甚至对我们的资产价格进行定价和预期管理，这叫误人子弟，这叫庸医害人。其实理论计算，即使是采用了相对公允的这个购买力评价计算，也都未必能准确反映制成品的价差，因为两国之间的价差会因为关税啊、通胀啊、本地市场的供需平衡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有非常剧烈的变化。比如前面提到的螺丝，也不能说美国所有的螺丝都那么贵嘛。通过统计来衡量的数据就是会有各种偏差的，但是呢，通过交叉比对校准是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的。而有些研究机构一口就咬定单一的数据，给你在海市蜃楼上画水电图施工，这是无知吗？这是坏。用几个重要的行业数据来校准一下中美生产率其实并不难。比如说呢，选取造船业啊、综合炼钢啊、电动汽车啊、太阳能光伏组件啊和水泥这些中美两国均有公开数据且有可比性的行业。根据这个单伟健先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中美孰高孰低》一文中的图表来看，实际上中国工人的人均实物产出是美国工人的2到3倍。大家要是对数据感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文章，非常的扎实严谨。实际上就从体感上来说，不说前面的数据，我们都会觉得这才合理嘛，不然我们下饺子似的军舰，不断创新高的用电量，潮水般涌现的大语言模型，满大街溜达都开始当挑山工的机器人机器狗，百花齐放的新能源汽车，要是我们只有美国1/10的生产效率，那美国怎么会一再的推迟所有的军工交付呢？制造业完全停滞，一个有完全美国国产的新能源车都造不出来。这么爱投资0到1的美国资金，怎么就只盯着大语言模型投呢？从机器人到具身智能，从智能家居到消费电子，他们不是鼓励创新吗？为什么不投资呢？是因为不喜欢吗？还是因为就没有呢？这里插播一句最近我换了国产车呀，那些鼓吹什么传统油车对于机械性能的调教那真的是没吃过细糠。就目前稍微高级一点的智驾车型来说，对所谓的机械性能的提升简直就是完爆，就像跟电车讨论0-100加速度一样，不自量力。这种技术带来的性能提升，完全不是他们会南拳我会北腿咱各自擅长这种级别的，而是全面的碾压。就像他们想象里都开始宇宙殖民了，激光武器竟然还选的是近身肉搏的方法，而我们前脚解决的是太空吃口热乎饭，后脚筹备的是在月球暗面进基地，有点想象力干点实在的。这种现实的差异如此分明且真实，可是就是有人还拿着那些不知所谓的生产率的差值来唱衰来指导，所以高层才提出了要以更长的周期，以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4流维度来评价我们的经济主体活力的指导。那么可以说，接下来12月的重磅会议会有更多的基于实事求是的、基于我们自身发展情况的指导意见出炉，真正属于我们的时代，从话语权到现实都正在到来。